我们继续，那越来越有水准，越有深度哈，所以正式来看 LMS Learning Algorithm 就是这一章的标题。好，那因为这是我们学类神经网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演算法哈，也就是说各位入门的所要面临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演算法这样哈。好，那我们来认真看一下这个演算法到底长得怎么样。所以我来提出这个演算法，好，就说。那前面其实已经讲过了这个最负方向有没有？就是说 xt 加1 x 减去这个最负方向，最负方向。好，那所以 based on the 什么 approximate steep descent，the LMS algorithm can be 什么 precisely proposed， 就这么简单就是说等于是这是我们的大 delta， 好，那给一个 learning rate， 给一个 learning rate， 好，那这个没有问题那前面求出这个出来，把它带进去，就得到这个数学公式。那各位忘记了就把这个符号再看一遍 ，z 是什么？有没有？好。那这些相关的东西是什么？你们再看一遍，这个等于说负就得到这个结果出来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所以 this learning algorithm focus on learning process at time t which may be fit in some learning pair and its corresponding output。我很快就把它跳过去。那这里就前面讲过了所以当这个 therefore x 等于 xt 呢 reveals 它显示什么 ？the status of x now is 在这个状态之下。有没有？就等于DT10的某一个 weight 的状态。好 ，therefore 呢，怎么样 ？x 等于 xt 加1的 reveals that 的什么 revise status of x， 也就是说下一个时间就是怎么样？基于现在这个时间把它修改过来的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各位同学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说这个是 new， 这是 old， 那 old 的话给它某一个 increment， 那就可以把它 upgrade 成一个新的 weight。所以这个观念就很简单。那现在慢慢的具体化，把它变成一个数学的一个模式出来所以这个就变成有它有所本所以 the learning pair and 怎么样呢 is corresponding output make 怎么样 the 什么 the new weight to be 什么 change 让它改变这样好，那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往下看。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开始把它具体写出来，这等于是下一秒钟的，这是前一秒钟的好。那这样的话呢，它的 error 也是一样它等于是这一瞬间的那个 target 跟这一瞬间的 output physical output 减出来的 error 就用这样 ET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input 把它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一个向量变成一个向量，所以的 weight 这个 status， 所以我会反复不断的在写因为同学们都不太愿意花太多时间去定出这些符号，导致后面写作的时候会有点这个比较不完整所以我就在一直反复的重复这一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error 这个很清楚的好，那没有问题的呢回到用我们的前面是某 t10， 这个是某 k 次某 k 次那等于是这个某 k 次呢经过 increment 的修改呢得到怎么样新的那个下一次的什么这个 weight。 好，那这个公式都一样，所以 the algorithm focus on 我就重新讲一遍因为课本你们看到有时候用 T 有时候用 K， 也就是说你翻开很多的那个 SCI 的那个论文，有些用 T 有些用 K， 所以我就在这边不厌其烦把看到的那个可能遭遇到的，有人用时间点在那边看，有些人用那个次数在那边看那但是两件事情其实是一样的好，所以 therefore 这个呢代表怎么样？这个一样他们是什么 after learning 所以这个 after learning。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try to find the learning algorithm of 3E，这个我随便给一个3E的 neuron 好，那这个情况之下，你看 the learning pair are given as follows。 讨厌你看它就有3个怎么样？3个 component 3维，所以 P1 P2 P3 有没有总共这样3个。那这种情况之下 in general the learning pair at the case time is shown as follows。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我不知道我这一个是取自哪一个的，因为演算法你可能跑3个跑10000次就3万笔了嘛所以你不知道你现在定出哪一笔，所以你只是写一个 loop， 一直反复的跑，那个 k 就一直反复的被喂一个值进去，这样好，所以 the learning pair maybe 这中间的某一个所以 we only know one of the learning pairs is select， 我们只知道怎么样它被选择 and 怎么样 fit into the learning at 什么的 case
learning time，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我们在这边的写作。好，那这样没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看出来呢，所有的 detailed learning algorithm of 3D learning algorithm can be 怎样3D 的 neural net can be shown as follows。这个时候就不厌其烦，就把演算法写出来，等于是这个是当下的 weight 加上那个 increment， 好，那就得到新的weight。所以呢，公式做一遍，好，你看公式做一遍，展开就变这个数学式子。这个你自己要动手写一遍。我在打字的时候有没有也是让我困住很久？为什么？因为我怕他把它打错了，好，打错了，好，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很简单的数学公式都很清楚的。那你在 implement 的时候，你自己怎样也要把它全部敲得一干二净，不能够有所闪失，这样哈。好，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哈。那如果我有 k 个 input s 个 output 怎么办？怎么办？哇，那这个相对的复杂了，相对的复杂，有没有看出来？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有没有？好，这个等于是我现在总共有怎样？有 k 维，那 output 怎么样 ？s 维，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 weight matrix。好，那中间的变化就是你必须很细的 each neuron， 你看 each neuron 就是中间某一个 neuron， 某一颗 neuron， 某 i 颗 neuron 在这中间有没有？好，某一颗 neuron 是长得这样子。好，这个 each neuron。好，那这个某一个 bias， 好，那中间的话是某一个怎么样？某一个的 physical output 跟什么？跟它 target 之间的这个 error， 好，这个都把它写出来了。好，所以这个就变成非常的繁杂。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总共有 s 个 neuron， 好 ，s 个 neuron。所以我们来看矩阵形式，那矩阵形式这边就很头痛，因为我们是把它翻过一次，翻转过一次，所以它是怎样 p 的一个转置。你说这样看不太懂，没关系，待会我举例子给你看，你就懂了哈。那这个时候的 error 不是只有一维哈，因为 error 它怎么样？有第一个的 error， 第二个又到第 s 个的 error， 所以它总共有 s 维的 error。所以我这边就把它用黑体字代表，没看出来，等于是说呢，把它变成矩阵形式。所以矩阵形式一开始的时候，脑袋瓜会有点小小打结，没关系，你就把它想办法再展开。所以记得它是一个转置哈。那待会举例子给你看，就可以看得懂哈。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好，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一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来看个例子，你就懂了哈。我就来找一个32有没有？3个 input 有没有？2个 output， 我们来试试看哈。所以这个时候呢 ，3 learning pairs are given as follows， 给了3个所以那这个时候你看 T 就变成这样 ，T 就用黑体字来代表了，有没有？用黑体代表，因为它变成怎样？它已经变成是向量的，变成向量那它有2个维度，2个维度有没有？所以这个符号的撰写那一开始我把它变成大写的 T， 那另外的我用的那本原文书，它是把这个它不把它写成大写，它变成是黑体。那这样造成我们脑袋瓜又很困顿的，我还是喜欢把这个换成那个大写的这一个那个 capital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文字会比较清楚一点。好，所以 in general the learning pair at the case time is shown as follow。所以你发现那我不管它是哪一对，那我中间就随便讲说，我刚刚讲过说这个很可能跑了几万次。那可能中间的这个第5000次这个 k 是等于第5000，我们就暂时这么写就好了所以这个就变成说在做演算法的时候你要自己注意那细节我还是把它留在这里到时候你在一面自己在排的时候，自己再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这一个比对一下 The detailed learning algorithm of 32 neural network can be shown as follows， 我就来啦，有没有？这个是因为排版的时候这边要有个转置伤脑筋，没有转置就变成 column。所以等于是第一颗 neuron 的 weight 在这里有没有？那公式带一遍，好，那再来怎么样呢？好，一样。那第二颗 neuron 有没有？第二颗 neuron 这一排有没有？这个绿色这一块有没有？再带一遍，好啰嗦，有没有看到？有没有？那刚刚你已经学会 multiple input single output，multiple input single output，multiple input single output， 就是这2个有没有？这2个。那这2个把它兜起来有没有？好，你看把它兜起来。好，你看我把它兜起来，它的矩阵形式可以把它兜起来，有没有看到？就变这样，有没有？它把它转置所以就记得转置，有没有看到它被转置，有没有看到？那这个就变这个结果。所以刚刚那个结果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地方转置是配合这个进来转置所产生的结果。
好，所以细节就是你必须要反复的去把玩，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怎么样，没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详细的细节。好，所以这个就可以把它带进来。那这个你可以把它撑开。好，你看那这个转折变这样，那你注意这个怎样？这个是2乘1，有没有？这个是1乘1，没有问题。所以乘出来它是2乘1。那2乘1跟这边前面在做什么？做一个加哈，所以你可以看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哈。对，好2乘1哈，这个没问题的哈。我说错了，这个怎样？这个是1乘3的，1乘3哈，我刚刚看错，看太快哈。这个你看，这是2乘1的矩阵是1乘3，所以这个乘出来结果是2乘3的矩阵，2乘3矩阵才可以跟2乘3矩阵做相加，加出来就是我们前面的结果。这个地方你回去再自己看完，就再细细的自己再用笔再写一遍，呼应前面这个数学公式。这个数学公式我们看到，好，就因为它做了一次转置，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细节哈。所以这一次我就特别的要求说，这一块同学把它全部搞清楚哈。那前面几次录影我就说，只是表现一些概念让各位同学晓得，但是细节写不出来，最后你写 paper 拿报告你还是拿不出来哈。所以这个就是不是比较深的一个 training 哈。所以细节把它全部都展开，全部展开有没有？所以我就不厌其烦，你看这个我在排版的时候也是很辛苦的打字给你们看，有没有？验证一次那个数学公式是对的，完全对，那个公式是完全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有没有看到？好，那包括这个 BK 也是一样哈，印证那个数学公式，这个公式完全对的，完全对的哈，所以没有问题。好，你看密密麻麻的这一块，密密麻麻这一块有没有？好，说这个同学就借由这个例子呢来印证一下整个公式是完美的哈。好。那没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最后就把它全部再把它展开一次，有没有？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多对一的 neuron 所得到结果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结果，有没有？一模一样的结果哈，是有辛苦的，有点辛苦，但这个还是要历经这样的一个学习哈，要不然没有办法彻底的感觉这样哈。好，那最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这个收敛性。好，因为 the convergence 这个 property of the proposed neuron 怎么样？那 can be controlled by 什么呢 following condition。 那这一块跟前面很像，我就不再证明了，就是说它这个很像怎么样？很像前面我们的那个3至4节的第7页在证明那个收敛有没有？也就是说我去求怎么样？我去求这个矩阵，就这个矩阵有没有？这个矩阵。但你问我说你不是跟我讲你已经不知道那个期望值是什么啦？那待会再告诉你哈，我待会再告诉你。一般我们用讨价波有没有哈？偷吃步，那怎么偷吃步？下面例子再告诉你。所以 lambda max 是这一个 correlation matrix 好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最大的 eigenvalue 好，那一般来讲这个都是一个什么比较像正定型的矩阵哈，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嘿，好，所以这个是这个定理。所以照个例子，假设我给了一个什么 learning pair 好，才2对而已2对而已哈。那好了，那这个 R can be computed as follow。所以我讲过说。我要求这个期望值，我必须要有一个几率分布，所以偷吃步2个各都给它1/2，有没有？那如果说有10对，我们就给它1/10，这是偷吃步。那这个偷吃步对不对？我们先不管它，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做个例子，告诉各位让各位有个感觉。大列的你可以利用这个偷吃步。那大部分的同学他们在跑演算法的时候，阿尔法会给那个learning rate 会给一个很小的值，那让它跑看。那如果不会收敛，再给更小，也更小让它可以小于那个什么 maxima 1/1，有没有？嘿，好，这个 lambda 的 maxima 1/1所以这个就一般的在踹所以算出来的结果可以发现它的 eigenvalue 一个是0一个是2，一个是1所以我们就取最大的导数，有没有？所以我们就取怎么样？取这一个1/2，好，1/2的比它小，我们看出来所以我们就结果我们怎么样呢？所以原则上我们就取这个。那取这个的话，你就会发现呢，我来跑它的话怎么样？它就会收敛那我就没有去跑了所以整个就告诉我说，整个演算法里头，我从前面的不要那个1，那我就可以完整找到一个近似的一个演算法出来，一个 learning 演算法那 learning 演算法呢，等下一节就会造个例子来看看我怎么跑。所以这里是告诉我说它有收敛的行为出现这样所以很严谨。那我们要很快讲完，所以同学呢。我已经想办法把它精简到让你能够听一听就可以弄懂那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第一次学习跟第二次学习这个都是你有必要的
那持续的学习的话，慢慢你就会变成这边的行家，好，变成行家这样哈。所以这边呢，这一节就先到这边哈。好。